Hello， 大家好，我是卡皮。今天基于上期的话题，盘点神奇宝贝里出现过的所有异色宝可梦。说实在的，这着实有点超乎我想象了，怎么会这么多啊？剧场版那么多只，总之不管，先盘点实质再说。第一只异色胡胡，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胡胡吧。胡胡是虫系和岩石系神奇宝贝，它们的体内可以酿制特别的果汁，而这只异色的胡胡体内则酿制了可以使神奇宝贝和人类自发亲近的强效果汁。在这一集里，由于武藏和小次郎喝下这种果汁，导致被成群的胡胡黏住不放，就连喵喵都沦陷了。只不过他只对小次郎发情，对武藏没有任何兴趣。然后按照剧情的发展，自然皮卡丘也发情了，只不过他的发情对象就是武藏了。第二只异色哈克农，这只异色哈克农出现在神奇宝贝 XY 第109集里，他的训练家是一个比较高傲的妹子，拎个东西都让自己的神奇宝贝来做。不过他的表演确实挺不错的。异色的哈克龙跟这只太阳精灵的肤色非常搭配，看得我都有点期待这只哈克龙进化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嘿嘿。第三只异色3合1雌怪，这只3合1雌怪登场于成都联盟中，它的训练家叫做纯一，他在神奇宝贝特别篇雷公雷的传说里可是男二号哦。在这场比赛中，3合1雌怪就展现出了自己的特殊性，竟然直接把皮卡丘锤到失去了战斗能力，所有打晕的火球鼠，要不是小智还有老将妙蛙种子，这仗就要输了。第四只异色巨鲸怪，异色的巨鲸怪有2只，一只是野生的，当时小次郎想要收服它，拦碗就已经破碎了的火箭队。但是这只巨鲸怪可不仅是稀有，老子也很好使，通过各种精密的计算，打得小次郎一火飞上天。不过好在最终目的还是达到了。第二只就是大雾的巨鲸怪了，这只巨鲸怪大家应该都不陌生，毕竟好歹是丰原地区冠军的王牌神奇宝贝啊。巨鲸怪在动画里面的出场戏份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每一次出场都让人感觉它很不简单。第5只红色暴鲤龙，红色暴鲤龙在神奇宝贝动画中也有2只，一直是由于受到火箭队实验的影响发生变异导致的，后来被杜收服，而另一只则在闪晕队的老大弗拉达利手里。之后的红色暴鲤龙就厉害了，竟然可以进行超进化，连续打败了小智好几只神奇宝贝呢。第6只异色阿利多斯，这只异色阿利多斯出现在神奇宝贝 DP 特别篇中，当时小光已经离开小智了，这次他负责带领一个新人训练家。在这一路上，小光又和阿利多斯发生了冲突。话说小光与阿利多斯真的是有缘啊，不知道遭到过多少次阿利多斯的袭击了。照理说应该就去收服一只，要我肯定就选择收服这只异色的了，看起来贼酷。也就是在这一集里，小光的火球鼠进化成了火焰鼠，打败了异色的阿利多斯。第7只异色皮卡丘，这只异色皮卡丘出现在皮卡丘山谷里，他因为看不惯小智皮卡丘那么受欢迎，于是就和他打了起来。事实证明，主角光环才是王道，稀不稀有算个毛线啊！皮神把他吊打了一顿。但是这只异色的皮卡丘其他方面还是挺不错的，最后跟这只母皮卡丘坠入了爱河。第8只异色八大湖，这只异色的八大湖就是小智八大湖的老婆了。当初他凭借自己独特的外形，瞬间就让小智的八大湖动了情。至于随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的，我只是很好奇，不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剩下多少只猴子了，嘿嘿。赤面龙虽然被称为龙族之耻，但如果是异色的话，那肯定也是抢手的。加小春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在这一集里，他的目的就是要收服这异色的赤面龙，顺便教导一下立志要成为龙系大使的爱丽丝。然不知道是翻译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听到这话的赤面龙立马就不答应了，我就要跟你走，就要跟你走。好吧，既然你执意如此，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服你吧。这什么鬼？好了，这一期的内容就到这吧。我知道剧场版里面还有很多异色的神奇宝贝没有盘点到，这就让我再水一期吧。好了，我是卡皮，咱们下期见。